印度7岁男孩当众被老虎叼走吞噬，1个月后护林员也惨死虎口，现场血迹斑斑，却无人敢开枪击杀猛虎。据《印度快报》报道，2025年4月25日，苏明一家踏上了前往加内什神庙的朝圣之路。他们是来奉上一份象征性的婚礼请柬。按照传统，这份请柬并不是期盼神明真的回复，而是一种表达敬意与祈求庇佑的仪式，把神明与祖先纳入新婚的祝福，让他们在所有亲属之前见证这场结合，赐予新人好运与平安。而最兴奋的莫过于年仅7岁的卡提库姆，他早就听家人说，这座庙宇比他们去过的任何地方都要宏伟，仿佛一座真正的神迹。他知道这趟行程会很长，会有许多繁琐又难懂的仪式和祈祷，那些长时间的吟诵对他来说未免无趣。但这并不是让他心跳加速的部分，真正让他向往的是那座色彩斑斓、装饰的仿佛梦境一般的神庙。庙里堆满了芬芳的花朵与摇曳的烛火，每一处墙壁、柱子都镀着银、金、铜。当阳光穿过穹顶的缝隙洒落进庙宇时，整个空间就像被撒上了一层会呼吸的闪闪发光的魔法粉末，耀眼的让人移不开眼睛。每次去神庙，卡提库姆都沉醉在那种神圣又梦幻的氛围里，百看不厌。他听说这座神庙比他见过的任何一座都要壮丽，他迫不及待地想亲眼看看。那天凌晨，天还未亮，卡提库姆就被轻声叫醒，揉着朦胧的睡眼，和父母、祖父母一起挤进一辆出租车，随着晨雾出发。等到第一缕晨曦从地平线上探出时，苏明一家已经抵达了通往神庙的山道。那是一条蜿蜒向上的石板小径，足足有1英里多，路两旁立着彩绘的石碑，上面刻着象头神家内饰的图像，散发着淡淡的檀香味。卡提库姆一看到那条路，整个人就像被注入了无穷的兴奋和好奇，他根本没觉得疲惫，反而几乎是一路小跑着往上冲，小小的身影不停回头催促家人。等他终于踏进神庙的那一刻，眼前的景象让他屏住了呼吸。那座古老的庙宇比他想象中还要辉煌，中央的祭坛金光闪闪，铜与银的反射与阳光交织在一起，整个空间像是镀上了一层流动的圣洁光环。墙壁上嵌着宝石般的彩色玻璃，散落在地面的花瓣与烛火的香气交织，仿佛置身梦境。卡提库姆睁大眼睛，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。他学着父母和祖父母的样子，虔诚地合十、低头、跪拜，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懂事的信徒，连呼吸都放得轻轻的。然而中午时分，随着冗长的诵经逐渐结束，神秘感也一点点褪去，仪式的重复和祈祷的节奏慢慢超出了一个7岁孩子能忍耐的极限。卡提库姆长长地舒了口气，终于走出庙宇，回到明亮的山道上，心情明显放松下来。回程要比上山时更有趣。阳光洒满石板路，山道两侧蹦跳着一群调皮的猴子，他们胆子很大，甚至会直接伸手从朝圣者的掌心里接过零食吃，逗得卡提库姆哈哈大笑。还有几头高大的骆驼驮着游客慢慢下山，一个驯兽人见他盯得眼睛发亮，干脆把他抱上骆驼背，让他在高处巡游了几分钟。小小的男孩高兴的笑声在山谷间回荡。陪在他身边的奶奶迪亚则一直走得很慢，时不时从沙砾的暗袋里掏出藏好的甜点，偷偷递给他。他们一边嚼着香甜的点心，一边看着走在前方的父母和祖父母，漫不经心地聊着一些只有他们懂的小话题。走到半山腰的时候，山道拐过一片芒果林，微风里带着淡淡的果香。迪亚忽然停下了脚步，他年纪大了，膀胱早已不比年轻时那样能忍，他已经憋了20多分钟，实在坚持不住了。于是他让卡提库姆帮他看一下路口，如果有人过来就吹口哨提醒他。卡提库姆乖乖地点点头，站在路边警惕地张望着前方。然而迪亚才刚刚离开石板路不到2米的距离，当他转身走进林子深处时，背后突然传来一阵诡异的窸窣声，紧接着是一声低沉的带着野性威胁的嘶吼，那声音陌生又致命，像是森林里潜伏已久的某种猛兽苏醒了。迪亚猛地回头，只见一道橙色的残影从芒果林的阴影中闪出，那速度快得几乎超出人类的视觉反应。那道残影眨眼间扑向了卡提库姆，那是一只老虎，名叫卡纳提，公园里新来的年轻雌虎之一。他将卡提库姆扑倒在地，一口咬住他的头颅。迪亚清晰地听见那一声脆响，那是骨头碎裂的声音。老虎叼住卡提库姆，猛地甩动身体，整个过程几乎没有一丝停顿，随即就叼着他冲进了前方的树林，动作轻盈却迅猛，像一阵狂风卷走了小男孩瘦小的身影。卡提库姆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，
他稚嫩的手脚在空中无力地摆动。早在2025年3月，印度兰塔博尔国家公园里出现了3只年轻的孟加拉雌虎。按理说，这是濒危物种的希望之兆，3只雌虎意味着新的领地会被建立，未来将诞生更多幼崽，为逐渐减少的虎群注入新的生命力。然而，这份喜讯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隐患。兰塔博尔和印度许多国家公园一样，建在重要的宗教圣地旁，这里是供奉象头神加内什的特里纳达加内什神庙所在地。就在这起悲剧发生的数周前，一群无知的信徒在兰塔博尔国家公园内竟试图靠近一只带着3只幼崽的母虎，只为拍几张刺激的近距离自拍。那只老虎的尾巴已经僵直，耳朵紧贴头骨，低沉的喉音里透着随时爆发的怒意，危险就在一步之遥。幸运的是，巡逻护林员及时赶到，将他们喝止并带离现场，否则短短几秒内就可能酿成一场血腥惨剧。正是因为这一惊险事件，护林员们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格外提高了警惕。一方面是因为刚刚发生的这起事故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园区里新出现的3只年轻雌虎仍处于适应与探索的阶段，他们在新领地四处游荡，尚未完全确立规则和边界，而在这个过程中，任何闯入他们视野的人类都可能被当作猎物或威胁。老虎本能地将猎物脱离人类常走的路径，它拼尽全力，全速奔向丛林深处，肌肉在奔跑中像绷紧的弓弦般爆发力量，直到肺部再也承受不住剧烈的冲击才停下。当它停下，准备享用猎物时，卡提库姆早已没有了呼吸，软绵绵的身体像一只被丢弃的破娃娃。而此时，身后的山谷已经沸腾，迪亚绝望的尖叫声回荡在群山之间，震得坡下的一群骆驼惊恐乱蹦，其中一只骆驼甚至因为受惊而狂乱甩头，把背上一位穿着丝质纱丽的妇人狠狠颠了下来。女人摔在地上，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叫。幸运的是，她除了惊魂未定和一些轻微擦伤，并没有生命危险。迪亚却撑不住了，他的身体在极度的惊恐与休克中逐渐瘫软，双腿再也迈不开，被周围慌乱的朝圣者抬到庙门口。他的双眼死死盯着那片芒果林的方向，嘴里仍在喃喃重复着卡提库姆的名字，直到被人抬上车送往医院急救。护林员接到消息后，立刻分头进山搜寻。他们熟悉这种袭击的规律，驾着吉普一路沿着丛林边缘追踪猛兽可能出现的路径。没过多久，他们就在一片荒凉的野地深处发现了那具残破到让人心碎的尸体，血迹沿着草叶蜿蜒流下。刚刚作案的老虎只吃掉了男孩大腿的一部分，便被逐渐接近的吉普引擎声惊动。他抬起头，眼中闪过野性的不满，最终还是丢下猎物，敏捷地跃进更幽暗的林子深处，消失无踪。护林员们下车时，谁都没说话，只剩下低沉的呼吸声。他们蹲下身，小心翼翼地把卡提库姆冰冷残缺的遗体抬起，放在一块干净的布上。几个人的眼眶已经湿润，最后再也忍不住，低头哭出了声。他们曾处理过许多类似的袭击案件，有些遗体比这还要血肉模糊，可这是他们第一次亲手收回一个7岁孩子的遗体。在把遗体抬上吉普车之前，有人特意从背包里拿出一块白布，小心地盖住了男孩破碎塌陷的头骨。几个小时后，卡纳提再次现身，这一次他悄无声息地潜伏在村庄边缘的一条山道上，那条路白天人来人往，是通往神庙的必经之路。他那双暗金色的眼睛隐藏在浓密的灌木后，低伏着身体，尾巴微微摆动，空气里弥漫着紧绷的杀意。他显然又在等待机会，准备发动新一轮猎杀。幸好护林员们一直在严密搜寻他的踪迹。当他们在望远镜里捕捉到那抹橙黑相间的身影时，所有人的心都猛地提了起来。再晚一步，可能又会有新的生命消失在他的利齿之下。麻醉枪的针头精准命中他的后腿，卡纳提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，他猛地挣扎，爪子在泥地上刨出几道深痕，想要跃进林子逃跑，但药效很快涌入他的血液，他的四肢开始无力，眼中的凶光逐渐暗淡，最终轰然倒下。这只年轻的雌虎被押送到公园最北端的一片封闭区域，一个与人类活动彻底隔绝的荒野区。护林员们希望他在那片无人踏足的地带可以安稳地度过余生，不再威胁人类的安全。然而命运并没有因此停下，仅仅1个月后，卡纳提又用行动证明了他的野性与危险。那天，护林员迪恩德拉绍伊在巡逻途中暂时离开了同伴，只是走到树后短暂方便一下。然而就在那短短的几分钟里，死亡再度悄然而至。
卡纳提像一道幽灵般的影子，突然从密林中扑出，干净利落的袭击并杀死了他。消息传出时，所有人都陷入震惊与愤怒。这是第二条人命，这一次，公园管理方再也无法冒险将他继续留在任何开放区域。卡纳提被彻底转移到一个对公众完全封闭、无法逃脱的特殊保护区，那是一片高墙与钢铁围栏包围的笼中世界。他没有被处死，唯一的原因是他还只有2岁。对于濒危的孟加拉虎种群而言，每一只年轻的雌虎都是无比珍贵的血脉延续。可惜的是，这个新家意味着它余生都只能被圈养在狭窄的围栏之中，被迫作为繁殖的工具，失去在野外自由奔跑的权利。